快点上来了！你没事吧？快喊大夫过来！官家古装，现在是什么年代？如今是公元1127年，大宋王朝的军队腐败无能，战力日益低下。北方的女真人建立金国后，以摧枯拉朽之势，大破宋军，攻破北宋都城汴京。黄河以北的大量土地和城池被金人侵占，中原腹地惨遭劫掠和屠杀。宋徽宗、宋钦宗二帝被俘虏，3000皇亲贵胄及数万百姓被金军驱赶北上，成为奴隶。这是中华历史上惨痛的异族入侵，后世称之为靖康之耻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大宋王朝本该由皇室康王赵构继承天子之位后，退缩江南，苟安一隅，将覆灭屈辱的过程拉长100年。但是一个意外，却让一切都变成了意料之外。大夫说，官家坠入井中的伤势已然无碍，刑在停留明道宫多日了。太后也遣人向扬州询问了数字，病都佐证等事宜都需要早行定夺，否则难于和金人议和。万一再生枝节，引起纷争，行在这边实在难以应付。官家还是要尽早启程啊！我居然真的穿越了，还穿成了皇帝，但我真的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毕竟，我是穿到了那个与秦桧合谋，害死了英雄岳飞的千古罪人赵构身上。好歹我也是21世纪的当代大学生，待业好青年，我可不要变成赵老九这种臭名昭著的烂人呢。没融合到赵老九的记忆，这些家伙我是一个都不认识啊。不过有一点我听明白了，他们都是跟着赵老九想要南下逃跑的投降派。到底该当如何，还请官家示下。朕乏了，出去透透气。这些事，日后再议。康大官，官家倒是不再哭闹胡搅，但似乎全然不认得咱们了。别大惊小怪，官家只是伤了头，有些许错乱罢了。你看官家气色依旧，口齿言语也清晰，过些时日定能恢复如初。杨仪中会随时报告官家的状况，尔等无需操心，务必要严守消息，不可让下面产生乱七八糟的传言。那里就是御营了，去看看古代的军队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一群瘪犊子玩意儿！老子把你们从延州那旮瘩带出来，从辽阳府一路杀到这里，你们喂个马都出差池！都快隔着1000年了，这母亲的口音，是东北老铁啊！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官家，各位不必拘束，朕就是来随便看看，了解下军中情况。都起来说话。官家，听闻官家喜好御射，自乃队中收藏的辽北良弓，小人斗胆，恳请官家一试，点评鉴赏。也好，朕就在营中更衣，试试此弓。赵老九这身板真不错，比我原来结实多了。可惜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内里却是个贪生怕死的草包。现在换成我，怎么也得做点什么，才能对得起这份机缘。官家好剑法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射得好！肉姐姐条件反射，居然让我本能地掌握了射弓技能。虽然不懂，但也能够体会到这弓确实上阵，
持杆趁手，身上的青皮甲也是做工精良，重量适度，防御力完全不弱。这将领的甲胄更是威猛沉重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这士卒气色红润，队伍中也不乏身高体壮之人，着下率更是能够达到7、8成。这军马膘肥体壮，相当健康，说明饲料充足，待养良好。官家为何叹气？难道是这弓有不妥？不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咱们大宋将领卓群，士卒精壮，为何就落到了今日的地步？真倒不是责备各位，真要追究，也该声讨这做皇位的。金兀术的大军想必很快就会追来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是想亲眼见见，这金军是否真的有3头6臂，不可战胜。金军当真要来了？可不是已经议和了吗？也对，他们不知道历史的发展。金人贪婪无度，欺软怕硬，怎么可能放过大好的劫掠机会？官家，不是微臣说话丧气，但微臣确实和金人交战过。想当初我们还是常胜军，1万多的骑兵，甚是雄壮。本以为能与金人抗衡一样，但真打起来，几乎是一触即溃，屡屡战于一半。在我等败军眼中，竟然犹如恶鬼一般，悍不畏死，嗜血残暴，所过之地，无不尸横遍野，寸草难留。不要！士兵又来了！不要杀我！老子不想死！不好，保护官家！杨将军，糟了，拉不住了！官家，臣约束手下不力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请官家责罚。刘钦，此事不怪你，朕知道你的忠心。这马夫也是在抗金战役中失了神智，以后就送往善堂，好生疗养吧。刘钦，你也不必有负担。从今日起，朕暂时住在御营，你调拨50骑，一同来随师御前。多谢官家恩典，官家真是仁义明君。混账废物！让你看好官家，怎么还敢看到御营里去了？和那些丘拔厮混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下面已经开始有流言，说官家这是不想南下，改了心思。那次都杀了好几个嚼舌根的下人，可在此地逗留越久，越架不住他们乱猜。如今居然有人上了奏章，公然重提北反抗金之事，简直鹰派胡言！抗金？拿什么抗金？2圣都北狩了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金人？必须劝说官家尽快动身，绝不可在此刻让那些奏章和主战派出现在官家面前。隔绝内外，这可是谋逆之罪！蠢货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如果官家真的改了心思，我们的地位绝对保不住。以刚宗泽一党，必然会对我们赶尽杀绝。荣华富贵只在江南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得熬过这一关。哼，区区一个阉官，还真把自己当内相了。唉，要变天了。这毛笔用着可真费劲。据说这赵家父子治国不怎么样，说话却都是一流，可得小心别穿帮。目前的情况是，以康律为首的5人控制了整个投降派小朝廷。我的反常状态应该引起了他们的猜疑，所以刻意把我和群臣隔离开来。我若是要主动出击，不单得笼络好痴心队，还要尽快接触文武百官，看看有哪些可用之人。岳飞和韩世忠现在应该还没混出头吧？主战派还有谁来着？可恶！如此下去，别说抗金了，我怕不是得做一个被架空的糊涂天子了。
朕的心腹都在哪儿啊？官家，臣在。杨青啊，朕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。我都忘了这厮负责贴身护卫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且退下吧。这2日夜间，官家睡得有些晚，且多有叹息，可是有忧心烦扰之事？杨青有心了，不过你觉得朕会为何事烦扰？臣斗胆，官家烦扰之事，或许是行在之中多有掣肘，无法如臂施之。这虎是在试探我吗？难道他看出了什么破绽？官家宽待刘晏，亲近赤心队，想必是想掌握一部分御营兵力，而他们又是辽东人，和行在各方的牵扯甚少，调拨起来不会受到阻碍。可恶，全被他说中了！要不要拔刀杀了他？我现在都是皇帝了，杀个人应该不成问题吧？不过这货连战马都能扛住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偏被他反杀了。那杨青何？官家，我官家有心北返抗金，自可行天子权柄，无需防备朝中群僚。官家不必疑虑，陛下乃当今唯一正统，行在中无人可动摇大位。大宋制度，万事决于君前，无人能做权臣。学士可通记忆文字，翰林可入禁中随侍，御史可退宰职，御营诸将皆由陛下定去留。陛下一句话，就可将臣卸甲。好家伙，他是在教我怎么掌控大宋的官僚体系啊！随便什么翰林学士就能够压制康吕，而御史可以牵制宰职，王渊、杨一中这类武人，皇帝可以随意申辩。这不就代表这小子不仅直接跳反，还让我完全拿出了敌人的命门？如此说来，杨青也支持抗金吗？你们可从来都是坚持劝朕南下扬州避战的，如今又突然说起这朝中官制。陛下坠锦受伤，思虑有碍，臣才妄加提醒，绝无他意。臣出身河东杨氏，家中6代为将。靖康事变，臣家中满门皆为国捐躯，独留臣一人，未能死节。乃是希冀有朝一日亲报国仇家恨，抗击复国之志，从不敢忘。但臣在晋中毫无根基，只能人云亦云，不得妄言。康大官向来备受陛下重用，臣也只好。好了，居然是传说中的杨家将后人，好感度瞬间拉满啊！杨青满门忠烈，可敬可叹。晋州遇险，日后还需杨青费心操劳。日前还多亏你舍身相护，伤得不重吧？臣皮糙肉厚，还有甲胄在身，不碍事。话说回来，现在若要再议抗金，阻力必然极大。杨青可知，朝中还有何人志同道合？臣道行在时日较短，不敢僭越妄论朝政。只是如今官家若想破局，只需在百官中找出1人即可。什么？召回？你们没听错，朕要召回李纲、李相公，重定留在中原的抗金大计。使不得呀！2个月前才罢免了李纲的相位，现在再召他回来，成何体统啊！更何况，放肆，竟敢对官家言语不敬！自靖康之后，这大宋朝还真有什么体统吗？但凡有半分，何至于落到今日这个地步？是，官家神武，定能扭转乾坤，痛击金狗。臣的意思是，即使不召回李纲，官家也必能收复河山。不错，李纲他还是陛下控制朝堂，简直是无父无君呐！这蠢货总算有点用了。罢了，那就先不召回李纲了吧。只是康大官之前也说到了人心所向，如今行在匆匆南下，恐怕会失了中原的市民之心啊。有了，不如就先召开朝议，让朕也好好看看这满朝文武的人心。这驯鸽的拆屋理论果然好用。我先说召回李纲，
你们大力反对；再说要召开朝议，你们就不好反对了。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来自21世纪的民间智慧。官家要召开朝议，自然无妨。只是而今行在之中，东西两府和6部的属员都不齐备，不如就先从近日上奏书的廷臣中召见2位来咨询1二。这些奏书都是被他们筛选过的，肯定也都是投降派。等等，这是……朕看这2封奏书立论严谨，思虑忠纯，貌似可以一见。官家圣明，资政殿学士吕好问本来准备往知宣州，只是道路不尽，这才没来得及走。殿中侍御史张俊素来耿直，这2人都是公认的道德人物。既然康大官也推荐了，那就见一见这2人吧。去请。启禀官家，如今情形，强行起兵实难与金人抗衡。一是朝廷财用不足，江南巴蜀的财物因战乱难以续接，所以需要先派重臣前往疏通。二是前朝我军屡战屡败，兵将都畏敌如虎，此时强行开战，只怕会雪上加霜。有意思，分析得很准确。虽然没有主战，但也不是单纯的跑路求和，是个制约宰制的好人选。朕明白了，吕学士果然好见识。如此，即日起就留在朕身边，以备咨询吧。啊！学士和御史走了？难道？接下来，张御史，说说你的高见。臣今日面圣，并非申论主张，而是臣要弹劾宰相黄潜善、书将汪伯彦乃士生假扮康吕，他们蓄意隔绝内外，意图不轨。臣唤请召回光文殿大学士李纲，重定抗金方针。来了，电炮他终于来了。杨义忠说的果然没错。御史，不错，御史位阶虽低，却可以监察百官。根据传闻奏事，职责所在，为求晋升，御史往往剑走偏锋，不与当权宰职妥协。官家只需多召御史进谏，早晚会有聪明人替官家破局。没想到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聪明人。官家，张俊先是上书弹劾李纲，现在又出尔反尔，明显是要哗众取宠。他这是犯了欺君之罪呀！我若不弹劾李纲，奏章何时能到御前？明明是你们这些奸贼蒙蔽圣听，截留主战奏章，隔绝外臣觐见，贪生怕死，罔顾家国大义，一刀为斩！国家明鉴呀！臣等一片赤诚之心，全是为了官家呀！哎，康吕，事到如今，你也莫要再狡辩。奏章之事，一查便知。我等确实铸下大错。王伯彦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哎，老夫实在悔不当初，不该为了权势盲从于你。天下岌岌可危，你我却一心争权，贪图安逸。你可忘了，自己的地位全然仰仗天子圣眷，而天子位尊却是基于江山社稷，天下市民啊！都押下去，关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怎会如此？昨日我还是百官之首，宰相都要看我脸色，杨义忠这厮还得被我撑伞，其他文官武将最多受到贬斥，只有我肯定会被处死啊！之前想要南逃的可是官家呀，我不过是迎合他的想法而已，现如今却一朝失了神眷，就猪狗不如了吗？圣眷不是我们隔绝内外，是官家被要挟附体了。
那日在京中，我亲眼看见有妖物，一定是妖物夺了官家心智，否则怎会如此？大官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答应和你去扬州享受富贵，就是圣明天子，决心留在中原抗金，变成了要挟，咱们之间何至于此？竟敢怨对天子，插出去！不，官家！本想留他一条性命，可惜。康吕伏诛，黄潜善遭流放，汪伯彦罢官，雷霆手段下，朝中再无正义。越狱后，李纲重返行在，主掌朝政。李纲手腕强硬，力排众议，坚持行在迁往南阳，要以此地为陪都，观察形势，再联络西部援军。我听说前军的路线临时做了调整，这可和计划的不一样啊！你想做什么？副主，小鱼小虾杀的再多也是无趣，我要南下青龙。区一个丁进，居然能阻隔行在多日，这些武人真是懈怠。刚离开亳州，就遇到叛军丁进占据颍水，不得不在扎营停步，也难怪李湘这么生气。我意已决。首先，行在不可不兵，在京东两路剿匪的御营使司刘光世不可妄动，可调左军统制韩世忠来此平叛，再调后军统制张俊前往寿春接应。诸位以为如何？此乃老臣之见。官家以为如何？官家以为如何？啊，就依李相所言。还有一些不小势力的官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停地互相攻击弹劾，统统都该严厉斥责。就依李相所言。被贬斥广南的张所能堪大用，应该召集留守山东，统御刘光世。就依李相所言。叛军阻碍钱粮，行在用度，需要一切从简。就依李相所言。随时官家工人繁荣，应当。就依李相所言。还有，就依李相所言。嘿嘿，退朝吧。看来赵构对朝中主战派的伤害真的太深了。李纲对我的成见和防范依旧颇深。远在东京留守的宗泽也是如此，一再上表要我重回东京。他是生怕赵构逃得太远太快，才不得不发表如此激烈的言论。现在我想要抗金，却是没几个人会真心相信。官家，前方已是界沟阵，人多嘴杂，还请官家放心，朕知道分寸。朕只是想看看。没错，我看到的一切不是穿越的幻象，不是空洞的陈词奏章，不是听起来感到麻木的数字，这是还未被战乱蹂躏荼毒的人间烟火。好香！哲远，你再迟些回来，我们都快要饿死了。身为御史中丞，也得按时吃饭呀。官家给每个人都发了僵持，你们却好意思跑来我这里瓜分。反正托你的福，我们都难得再吃到姜食了，必须搭配烫酒。慢饮，慢饮。此次行在才买得了僵持，听闻官家分毫未尝，尽数分给了百官家眷。如此圣天子德行，可媲美古之明君。那李相公却咄咄相逼，不仅在朝堂上，
还是官家，还抨击官家外出扰民。等行在安稳于南阳之后，他若依旧如此无度，我定要狠狠弹劾于他。袁振兄多虑了，李相没那个野心，也没可能成为权臣。以李相为首的主战派，之前受到太多打压，如今起复，心里有不满和猜忌也属正常。若不能容忍李相的跋扈，如何能让满朝文武相信，官家如今是真的想要抗金？其实官家真要表现抗金决心，就应该立刻北上，御驾亲征，浴血杀敌，迎回2日。大事不好了！金兀术来了！赵大人、胡大人，李相命你们速去参加朝会。赵大人，李相命你即刻出发，催促韩世忠进军。黄河下游，金兀术大军兵力5万不止，现已渡河，直指京东东路。自梁上坡往东，黄河沿线全线告急。可恨，怎么如此快？为何被人阻拦？谁敢拦？谁又能拦得住？金军势大，我们绝技不是对手。还是快派使臣前去议和，多少拖些时日。还议个屁！早该快些南下才对。闭嘴！适才主张南逃议和的，再有此投降言论者，一律罢免。还有胡说什么北上迎战、御驾亲征的，统统罚俸半年。金军距离行在还远得很，都慌乱什么？此事我已有决断，金兀术此番孤军渡河，必不会过于深入。我料他应当是想在京东东路劫掠一番，只要着令刘光世、张所死守坚城，避免野战，等金人抢去那些金银财货，总会退去。诸位可有异议？我有异议。此事我有异议。官家，金人断不会只出1路军马，金兀术也断不会止步于山东。金人建国不到15年，骤然膨胀，内部权斗必然激烈。开国皇帝阿骨打死后，却是其弟吴乞买继位。但阿骨打的那些皇子早已成年，他们势必会觊觎皇位，而皇子之中，尤其这位4皇子最为跋扈。完颜兀主此番南下，又岂会满足于区区经营？兽群争斗，上位者不但要善于厮杀，更要长于狩猎。猎物的优劣多寡，更能佐证兽王的地位。诸位也是从东京一路过来，为何还会抱有侥幸的幻想？说直白些，朕这颗脑袋才是金兀术最想要的猎物吧？官家，我等纵然万死，也断不会让靖康事变再现。金国国主吴乞买和都元帅詹罕绝不会傻傻等着金兀术抢到头颅，但他们自恃身份，也不会和金兀术来争抢朕的头颅。因此，他们必然会聚重兵从西路南下，直取洛阳、陕州乃至关中。届时中原尽皆沦陷，社稷倾覆，大宋再难光复。官家，那不如转去扬州，一怀而守，并以东京、山东2路夹其后。东京、山东2路能出兵，何至于被讨？若守不住，又该如何？那就只能走江南，守长江。金人破得了黄河，就一定跨不过长江吗？猛兽最善从背后扑杀猎物，背向他们，唯有死路一条。面对野兽，自比猎物，定然百死难生。但若自以为猎人，大胆直面，即使难以杀之胜之，却也更有希望震慑对方。哪怕打痛1次，也能令其却步，甚至逃窜，不敢轻易再犯。官家，臣一向主战，也希望可以一战，但此刻真的无兵可战呐。哎，李相，并非朕刻意针对你，你与郑武国师确属意料。但若论起行兵之事，你我皆是外行，所以要说能不能打，还得问问真正领军的那位。说起这位，他可是天生的将种，今年39岁，
就已经攒下了种种神仙战绩。18岁从军，26岁单骑杀入西夏敌营，斩杀西夏驸马；33岁的你，以底层皮匠之位智擒方腊；38岁，靖康之乱中以50骑对金军2000骑，斩首对方军官，逼退金军。这种传奇人物就是国家的栋梁，忠心的名将，所有宋传的倚仗啊！他的名字就是韩世忠。官家，大事不好，那天杀的韩世忠造反了！朝廷休要胡说，那韩世忠虽然顽劣，但向来忠君爱国，如何会反？官家，陛下，此事千真万确。臣等奉命前去迎接韩世忠，结果对面白池镇便撞上其兵马，不想竟与其中的统领发生口角，对方未有多言，便路任屠戮。这些臣被枭首示众，臣等奋力跳河逃亡，欲求被他们射杀数人。距离行在不过20里，他们放言必要赶尽杀绝。官家，速速走吧！这没道理啊！韩世忠的忠诚度没满100也应该有99啊！官家，人都靠不住，臣愿前去斥退叛军。官家，臣请领班职，剿叛军。官家，都闭嘴！杨仪忠，末将在，带领诸班职封锁大殿，不可让消息外泄。都带官家从后殿离开，务必确保班职护送官家渡河。等等，前军部署作乱，并非韩世忠本人呐，何须惊慌逃窜？官家，乱兵一旦开了杀戒，便断无退路。韩世忠前军至少2000部众，行在只有数百班职，一旦冲击行在，犯下不忍言之事，韩世忠死罪难逃。这样下去，韩世忠不想反也得反。我们走。李相，朕一走了之，可行在诸人。官家，乱世之中，这种事在所难免。不，要结束这乱世，要抵御金国，失了诸位公公，只靠朕这么个不成器的官家，如何能办到？官家的心思，老臣已然明了。今日之祸，全是臣粗疏所致，官家千万莫要自责愧疚，失了志气。社稷的复兴，全系官家一人。大宋可以没有老臣，可以没有行在诸臣，唯独不能没有官家。我想的实在太简单了，以为穿越了就一定自带光环可以解决一切。李刚恃才那番话，分明是诀别遗言，我却毫无办法。像那传说中的岳飞，现在也只有20出头，还不知在哪里蹉跎。唯有这韩世忠，如今39岁，身经百战，武艺绝伦，正是一名将领的黄金年纪。韩世忠相当于刘备麾下的张飞，可笑张飞的前军作乱，刘备就得扔下所有人，顶着寒风淌过冰碴子过河。等等，张飞、刘备，我现在要逃，不就是因为担心韩世忠会被迫造反吗？可是那是李刚他们在不了解历史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的。所有人都会怀疑，所有人都该怀疑，唯有我是最当完全信任韩世忠的呀。诸位，事到如今，老夫只有一言，能为国家死节，莫失了最后的体面。昭鼎，你可知韩世忠本部驻扎何处？在万寿县后的金沟镇，距此多远？ 40里。杨一中，
带他上马。是，给我匹马，我也去。官家，前方是叛军驻地，走哪边可以绕开？绕过东北方向的山坡，跨过一条小河即可。可是官家，那韩世忠当真如此可信吗？不好，有人埋伏在此！别慌，他们人数不多，必不是本部军马。诸位可愿信朕？立无悔，追随官家。很好，朕义信韩世忠必不负朕。杀！什么？行在来的使者？哼！这些行在的老爷们儿真是聒噪，屁本事没有，就知道催。有能耐，去找叛军唧唧歪歪呀！你们这些蒙儿，回去告诉那些老爷，老子明天就会赶去行在护驾。再敢3更半夜扰俺清静，小心！领头的红袍怎么有些眼熟？难道？良臣韩青，朕的御营左军统制，韩世忠麾下前部造反，杀了朕的御史。朕被逼无奈，走投无路，只能够抛妻弃子，扔下行在文武，来投奔你了。官家，一时仓促，只得这些面食。无妨，有劳韩夫人了。好吃，来，诸位，动筷子呀！这汤饼又长又宽，味道极佳。这厨子怕不是韩青从绥德老家专门带出来的。官家居然毫不紧张，这气度，这胸襟。痛快！这怕是穿越后吃的最安心的一顿饭了，有大腿抱的感觉真好。官家，行在得到韩世忠一去平叛的消息，振奋不已。但百官依然担心官家，老臣只好带人前来接应。来这么多人，都足够开个小型朝议了。李相呢？李相救急复发，南下病榻，叮嘱臣等谨遵官家旨意。哼，还算他有自知之明。那就是官家吗？那看着比俺儿子还小嘞！看个屁！躲一边去！臣献上首级一颗，好叫官家知道，作乱的贼厮已经被臣亲手了结了。这么快？怎么拼的？该死！我才刚吃完呢。臣领军前去，距离叛军10里的时候，他们依然没有防备，臣便带百骑突击，轻易擒获，当场斩杀。那他们为何作乱？据说是因为行在要求所有平乱，所获都要先行上缴，再行分配。这些贼厮乃是降军，不懂规矩。请官家放心，臣素来知道行在清苦，一路上连道祖、佛祖身上的金粉都刮了。此次战力，臣一定不会贪墨，尽数上缴行在。良臣，朕不是……哼！韩世忠，你纵容手下劫掠成性，对降军缺乏管束，陷官家于危地，竟然想用区区财物来抵消此等罪责吗？官家，臣要弹劾韩世忠，请罢免此人一切职衔。你这鸟人，再敢信口胡说，老子就把你……怎么着？良臣是觉得朕的御史今天死的还不够多吗？哪里，官家误会了，臣是看御史大人发型有点乱。松手拿开！官家年纪不大，可我怎么一听他说话就犯怵呢？赵青，你是觉得朕会无视法度，
肆意放任韩世忠？臣不敢。还是得官家治你们这些鸟人。自靖康后，乱兵四起，降军杂糅，良莠不齐，而大军又要赶期，又要持续平叛，出现些许意外也是难免。官家明鉴，但越是危难时刻，越要讲究制度。良臣，今日委屈了你，可会怪朕？官家如此说，臣不敢委屈。韩世忠御下不严，部署擅杀御史，侵扰行在，免去其承宣使，去御营左军统制，为全统制，依旧暂领御营左军。去了职，到底兵权还在，只是可惜没了太尉的名头，威风小了很多呀。官家好手段，给了大家交代，也多少敲打了韩世忠。良臣，你且过来些。是。站直了。近看之下，骨架着实突出，双目犹如鹰眼，难怪史书中夸他风骨伟岸。哎，夫人，官家看老爷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？啊！官家，这如何使得？良臣，你评判有功，本该重赏，奈何行在空虚，此腰带你万不可推辞。以后见了我也不要弯腰了，因为我能够直起腰来，向来是良臣一直为我扶腰作胆。官家。我的手要断了。至于区承宣使，何必多想？你我君臣相逢，无非事成事败。若将来事成，难道朕还不如唐朝天子对郭子仪，舍出个郡王与良臣做做又如何？郡王，郡王，官家冒险突破叛军阻碍，看似鲁莽冲动，实则直破关窍。对执掌大军的将领，表面维护，实则敲打削权。一条玉腰带，一次握手，一个郡王的口头询问。别说韩世忠，怕是听闻此事的武人，都会誓死效忠。如此胆识，如此心计，如此手腕，得此人主，是上天在庇佑我大宋社稷啊！良臣，为何要摘下来？官家赐予的宝贝，可不敢带着上阵。臣这就连夜去平了丁进，为官家拔除后患。良臣，大可不必。区丁进之流，刘正彦他们再无能，早晚也能够平定。朕如此倚重良臣，岂会杀鸡用牛刀？正好，吕相等人也都在此。朕想问良臣一句：逃了这么久，朕委实不想再做丧家之犬，我们能否与金人正面一战？爹，娘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？把金人赶走，咱们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从没见过金军吗？我们可是从东京逃过来的，金人就是恶鬼，根本打不过，连皇帝老儿都在难逃了。趁还有命，赶紧逃吧！也许有天，连逃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难怪。建炎元年冬，金军再度发兵南下，知济南府刘裕献城投降，淄州知府赵明诚弃城而逃，青州知府张侃被杀殉国。赵宋官家携东京两路难民、壮丁、府库及市民转向淮水、寿州避战。队伍太庞杂了，官家这是要效仿刘玄德，
险命渡江啊！只是难得官家如此仁心，大部分人却还说官家是要南走偏安。近日已经多起纷争了，难民之间的，官军劫掠的，氏族冲突的，死伤颇多。也不能怪他们多想，毕竟谁都知道，南阳才是坚守中原的要地。现在改道去了怀上，官家还让李相先带着皇家亲眷先行去了扬州，稍有动荡，就能直接过江偏安，再难回头了。唉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谁听了那话，都不会敢再去南阳直面金人了。我们能否与金人正面一战？官家，臣不是个怕死的人，今日受了官家如此恩典，更不会惜命。但臣也不能信口胡说，辜负官家的期许，平白折损更多士卒。如今的情况就是，我军和金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悬殊，金人一路南下，气势如虹，平原野战无可匹敌。即使臣等集结所有大军，数倍于敌，正面交战，也绝对毫无胜算。唉，真是何其讽刺！我这种历来主战的人，看到官家终于放下出战的念头，反而是松了一口气。可又担心官家真的会过江偏安，但打又不能打，逃又无法逃，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？你们不要小觑了官家，可别忘了，官家与韩世忠最后还有一番言语。既然如此，连良辰你都，假如依靠水师地利防守呢？依然很难。我军已对金人畏之如虎，战力不是靠环境能弥补的。不过，如果仅是针对此次金兀术的南侵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只是官家务必需要说服一人，让他与臣配合。张中丞，张中丞，呼延通部署将官劫掠难民士卒，引起巨大骚乱，死伤数十人。官家下令务必查清，首恶当斩立决。呼延通可是韩世忠留下的心腹啊！明仲、元振，你二人最为公正，务必顶住压力，为官家明正典刑，再不能多了士气。是。等等，待引领安顿难民士卒过河后，务必信任官家的抉择，千万不要留在后方。不过，如果仅是针对此次金兀术的南侵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只是官家务必需要说服一人，让他与臣配合。哦，什么人？此人占据地利，且军中资历深厚，虽不擅长野战，但长于守备。如今正驻扎在寿州下蔡，但他为人过于谨小慎微，若非官家亲自出面，绝难让他出兵。此人正是御营司前军统制张俊。13年前，完颜阿骨打与白山黑水间起兵，短短10年间就覆灭了幅员辽阔的大辽。北方格局大变，常年征战，金人军队无往而不利。他们的野心岂止于此，于是2度发起南侵。靖康之后，京畿被劫掠烧毁，河北、河东沦陷。但金人愿意议和，并非是已经满足，只不过是人口太少，难以支撑过激的侵略。如今消化的差不多，他们到底还是卷土重来了。完颜兀术越过黄河，济南、资州、青州接连沦陷，他扑来行在也是早晚的事。但是张太尉，朕自离开东京以来，一路从河北逃到京东，从京东逃到应天，从应天又逃到这里，朕委实不想再逃了。在这淮水之上，我军能否守住一战？官家，臣。张太尉，你回答朕之前，须想清楚，
你我二人相识于河北，皆是没落。那时候没有你，朕就是金军耳料。拥立之功，朕与你自然不会身份，所以朕都无需赠你腰带，就诚心向你发问。但在此国家大义的事上，你也要晓得，如今你若离了朕，便会重新沦为道边野犬。官家，臣不敢推诿，也不敢妄言。3万，只要敌军不超过3万，臣敢保证，死战不退。但若超过此数，臣实在……来，伯英，无需这么拘谨。朕很高兴你能如此坦诚。3万，这个数字果然与韩世忠所言相合。朕与韩世忠推演过，此次金国东路有10万左右。听闻济南又有民众与起义军起事，完颜塔赖需要统领5万军力镇压，同时进发大名府。完颜兀竹必然孤军前来。如今他距离此处还有6个军州，不求镇守这6州的刘光世死战，只要他坚守城池，就能层层拖延金军。等金兀竹通过防区，长途奔袭之下，还需处处分兵守御。届时来到淮水的兵力必然不超3万。借助地利，我军成犄角之势，必能成功防御。官家果然智计，但如果对方兵力超数，也请果断渡河撤退。放心，伯英，那是自然。兀竹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？此番南下，大国主的旨意说得清楚，乃是要取京东东路，请外围移往河北。如今战事顺利，你当立刻折返河北，攻取大名府才对。哼，大名府的留守杜冲已经跑了，有什么必要去打？俺自然是要去抓了南边的宋国皇帝，真正取了中原这花花世界。国战大事，岂可因你个人野心临时生变？你不能因私废公。哼，俺个人野心。叔父，你跟着汉人混久了，装模作样当真有一套啊！别以为俺不知道，此番出战，国主已经许了章邯河北和河东之地，更许了你鲁地，要封你一个鲁国国主。你和章邯难道不是假借国家之名为个人谋利吗？既然如此，俺堂堂太祖之子，有本事取了中原，就算到了国主面前，也敢争这口气。胡闹！你真想南下，何不先完成国主交代，与俺一起平了鲁地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岂不安全？那不知要等到何时啊？万一宋家皇帝在开春前逃过淮水，那可就难寻了。叔父，你放心，俺不用你的兵马，还会再调2万大军去攻打大名府。俺只带3个万户南下，输赢计较都只在俺自己。你答不答应？同俺去6个营，考虑考虑。叔父请便。真让你说中了，兀竹那小子果然不会安分。他仗着太祖之子的身份，铁了心要立刻南下。俺到底要怎么回他？你可得好好帮俺出个主意。小秦学士，西、北2处瓮城已经修葺完毕，多段城墙也已经修补好，各处守备所需弓箭、弩机、木垒、碎石、焦油也整备妥当。最新一批的少骑还没有回来，但结合前几批的情报，新降的济南府百姓发生暴动，由于向完颜塔赖求援，而后者已然即刻发兵支援。完颜兀竹也分兵前去接应。如此推算，金军此次南下，兵力必然不会超出3万了。但是伯英啊，刘光世那边为何久久没有回信？此次关键也在于他能否层层分治金军。官家大可不必如此忧心，也许是信使途中遭遇了乱兵等意外。那是有大股部队从北面过来了，快派少骑
侦查对方究竟是敌是友。是溃兵，是北方来的溃兵，数量怎么会这么多？为何逃得如此急迫？难道是金军罗旗，拐子马？谷主，这样，你若执意现在南下，也得应许俺一个条件：此去寿州尚有刘光世掌控6个军州阻隔，你得先平了刘光世，俺方能许你南下。叔父，这套说辞是你帐下那个汉人幕僚教的？自然是小秦学士。谷主，你可不许找他麻烦。哼，俺谢他还来不及呢，明天俺就给他送7、8个美女。这是刚送来的军报，刘光世放弃所有军州，全军不战而逃了。既然如此，你送钱就好。小秦学士可是最怕老婆的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混账！溃兵足有数千，竟然不过数10骑，居然就被如此驱赶屠戮，宁可跳河被冰水冻死，也不敢回身拼命啊！居然畏惧金人到了如此地步！官家，臣这就亲自领兵，驱赶金人，收拢溃兵，查清状况。来人，备马！儿郎们，那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不战而逃，此乃天王诏书。俺要你们10日内急行至寿州，擒杀赵官家，一起坐享中原富贵。擒杀赵官家，一起坐享中原富贵。登州、莱州、维州、宜州、密州、淮阳军6大军州同时遭到金军主力猛攻，京东东路全部失陷，敌军总数不下10万之众。怎么可能？晋军居然有10万南下！完颜帕赖和完颜兀竹合兵才10万，怎么可能全军进出？而且刘光世所辖京东东路6州方圆1000里，人口200-300万，他麾下兵马至少7、8万，为何败退得如此之快？官家，军国重视，想必刘太尉不敢谎报军情，晋军必然没有10万，很可能是完颜兀竹建功心切，不顾一切进出本部5万。官家适才也看到，如今我军畏敌如虎，被一击击溃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若是据城坚守，也不至于。官家，现如今事已成定局，具体如何，刘太尉到来一问便知。可眼下最重要的是，敌军数量远超我们预期的3万之数，而且晋人行军迅速，不出10日，想必就会迫至城下。官家，请快做出决断，放弃此战，即可渡河南下吧。是去扬州暂避也好，甚至渡过长江也罢，臣一定为官家坚守下蔡，争取更多时间。渡河吧。去也别打了，让官军先行。逃难的百姓有10几万，溃退的军官也有5、6万。下蔡以及上下游的渡口皆是人满为患，张太尉带兵维持秩序，已然斩杀了100余乱兵，但各种混乱依然难以避免。官家，还请下山前往寿春城中暂避，以备不测。不，就在这里立帐，金人很快就会杀过来，不看到他们安然渡河，朕实在难以心安。别抢我东西啊！
这里是……原来那些都是梦啊！小伙子，脸色怎么这么差？生病了？道长，我没事，刚才看书睡着了，做了个噩梦而已。这么有深度的书，很难得的年轻人啊！我哪看得懂？打发时间而已。还挺谦虚。可以可以，能不能请你帮老头子一个忙啊？小伙子哪里人？多大了？啊，本地的，21了。正年轻啊，真好。要不要老头子带你去天净宫算算前程？咱这涡阳老子庙可是春秋时期就传下来的，有我带着，可以给你打个8折。咱这儿有离儿保佑，灵得很呐。道长，都说了我是本地人啊，谁不知道隔壁陆毅那个才是真……等等，你找我帮忙，不会就是想骗钱吧？还一口一个老子、李耳什么的，完全不像正经道士嘛。怎么会呢？再说了，陆毅和咱们这儿离得这么近，说什么真的假的？这样吧，你要是帮了忙，就再给你打个5折。道长再见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别急着走啊！哎呦，不算命不算命，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帮忙。什么？有小狗掉进九龙井里了？哎，道长，这种事儿你就直说嘛，干嘛拐弯抹角的？哎，这不是怕你不答应吗？不过这狗咱本是不想管的，奈何他家里人常请咱吃饭，真不好意思眼睁睁看着人家的狗在井里遭殃。这早听说为了凑酒，新挖了8口附近，但这也太敷衍了吧，连个像样的井口都没修啊，完全是个水泥坑，好不好？这就是那个小狗吗？看样子只是伤到了腿。放心吧，道长，我这就下去。好深，一人不入庙，二人不看井。我是犯了什么忌讳吗？总觉得下去就会死人。救又不救，走又不走，你是在糊弄天下人吗？区区一条狗，怎么跟天下人扯上关系了？答应的事就得讲诚信。这是……救又不救，走又不走，你是在糊弄天下人吗？沙滩起火了！怎么会这样？下在渡口，为何会烧起来？回官家，是奉国军节度使刘太尉，他麾下3000西军本部，2000王德部，还有京东收降的3000副庆部，抢了渡船过河后，放火烧了渡口。什么？我不是让他只送难民过河吗？他怎能擅作主张？来人！官家，还请官家务必忍耐。此时行在只有3000余人马，而刘太尉的8000精锐已然登陆八公山渡口。若官家此刻追责，万一……官家，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求见。这是要逼着我表态呀！让他来，宰相、学士、御史，还有营中将领，让他们全都来。官家，
臣封国军节度使刘光世拜见官家。相别数月，今日终于重见天颜。臣之前在淮北为金人追击，又受张郡王员排挤，几乎以为此生再难与官家相见了呀！不会说谎，难道其中还有什么隐情？但他违反我的命令，带子二将跟随他渡河，的确是事实。刘钦，金军暂且不提。你说被张太尉和王太尉排挤，是怎么一回事？臣本该受命留在下蔡，协同张太尉拒敌，但臣军中将士为金人大举杀伤，势难再战，更影响守军士气。臣便想着，不如先行带他们渡河休整，再向官家报告。他这么说，倒也算有几分道理。但王张二位太尉却不许臣引兵夜渡，他们占用了大半船只。臣的伤病居在渡口，人心惶惶，失控之下开始抢夺渡船，不想却发现船中皆是张太尉之前剿匪所获巨额财货。原来他们是要输送财物给行在和后方显贵，以确保自己在朝中的地位。而且他们早在行在中安排了内应，要在官家身边抹黑臣。此人正是张郡旧部杨一中。官家，臣军中将士为国拼杀，却被贪鄙之辈漠视，诈奸浮财，有人气愤难平，有人见财起意，再难约束，导致失控纵火，还请官家息怒，只责罚臣一人治军不严之罪，我要追责臣军中将士。王太尉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官家，臣，王太尉，事到如今，不要再被张俊遮掩了，老实交代，官家才会对你从轻发落。王太尉，究竟如何才是国家忠臣之道？你该明白，快招认吧！官家，臣无能，臣有罪。官家，事情已经如此明了，还请官家为臣做主。诸位，吕相公、汪相公、张忠臣，你们的看法呢？一反常态的全体静默，看来他们多少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否则早就吵翻了天。连张俊这种嘴炮强者都放过了这个机会，还有人频频偷看帐外的王德和傅庆。而王渊这个被告自认有罪，却不多做分辨，还不跪不叩，明显不是认罪的模样，就差把委屈二字刻在脸上了。看来他们都觉得事情的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眼下刘光世主力尽数渡河。刘光世虽然没有拥兵自重之意，但却有拥兵自重的实力。可这刘光世不准备造反，他整这么一出是图什么？只是打了败仗而已，宋军打的败仗还少吗？等等，主力部队能够对抗张俊守军，还能够顺利渡河，说明编制未乱，战力犹在。这根本不是溃兵该有的状态。难道他不是战败？他根本就是不战而败。官家，韩将军有文书送到。韩世忠。吕相公、汪相公、张忠臣，诸位卿家的意思，朕明白了。辛苦诸位。官家，这王太尉的意思，朕也想明白了。你和韩世忠都曾是刘光世父亲的旧部，刘氏父子向来厚待军士，如今你为了昔日恩义，情愿替刘光世担罪。官家，臣绝无串通军中大将，臣只是……刘太尉好大的威风！你竟不许朕把话说完吗？不敢。但诸位不辩不语，无非是觉得刘太尉棋高一招，木已成舟，而张太尉以及下蔡军民
困在淮北必死之地，不如干脆放弃，否则逼反了手握精兵的刘太尉，再来一次陈桥故事。官家明鉴啊！臣为师愿望，臣岂敢！你若再敢打断朕说话，朕就当你是想要这张烂椅子了。想说话，就先领刀把朕赶下去。臣不敢，臣不敢。哼，你当然不敢。但凡你还有半分胆气，也断做不出这种荒唐事。韩世忠已经查清了北方战事的真相，你执掌6个军州，方圆1000里，人口100万，兵马7、8万，却连金军的面都没见到，就闻风而逃。可你不敢战役就罢了，却敢谎报军情。3万敌军，你夸大到10万。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罪行，你更是不惜构陷同袍。你自作聪明，拥兵胁迫行在，当真以为朕会姑息你吗？王德、傅庆，你2人上前来，回答朕。太尉与天子孰大？自然是天子。很好，那么麻烦2位亲家帮我拿住刘太尉2只手。官家，臣知罪了。臣只是因为官家也不想打，所以才揣度错了圣意，但臣忠心一片啊！官家饶了臣吧！官家万万不可呀！哪有堂堂天子亲手杀将的道理？官家收了他的兵权，或者监押流放也可。这官家以国家制度为重啊！哼，倒是忘了，我还从没杀过人。甄府该如何下手？就是杀鸡那般。不，官家不可！朕宁可亡国，一定要亲手杀了此人。果然来了！真的只有3万？这怎么看着更多呢？那刘光世当真是谎报军情吗？官家着手做得过了，这坏了大宋制度啊！临战之时杀了自家大将，算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万一当时王德和傅庆没有被官家拿捏住，他2人好歹算是中枢的，但刘光世本家那3000兵马呢？一旦哗变，该当如何呀？都是小事，你们别忘了，如今各地评判将领多是西军出身，都受过刘家的恩惠呀。什么声音？是山下大营传来的，难道真的哗变了？官家到！都别慌，只是士卒喧哗鼓噪，又不是造反。朕已派杨清去探明状况。禀告官家，山下大营并无大碍，王德和傅庆安抚了大部分将领士卒。刘光世的亲信虽然颇有不忿，但目前看来并无作乱之意，只是还有些不服管制、鼓噪不停的下级军官和士卒。表面上是为刘光世鸣不平，但其实是想在作乱前讨要赏赐。这朕倒是略有耳闻。西军素来有层层克扣军饷的传统，中底层的兵卒军官只得以这种形式多讨些银钱。只是不想国难当前，他们已然无法更改陋习。若朕坚持不发赏赐呢？官家万万不可！如今军中没有宿将坐镇，士卒们很容易就会被煽动闹事。是啊，官家，此事不同刘光世一人，万一哗变，就算不造反，也会全营溃散难逃的。放心，既然如此，就发给他们赏赐。朕岂会令西区财物？而且不光要照例赏赐士卒，传朕旨意，将王德提拔为统制，领此地刘光世旧部3000兵马，各地汇集来行在的物资和财物，也通通作为赏赐，发放给周边平叛的将领，把带头闹着要赏赐的军官们都集结起来。朕要在大帐中亲自给他们发。官家英明。丞相，请再核对一下这批财物的清单。
官家这次从善如流，懂得安抚人心，真是不容易呀。若是早些听我们的，不杀那流光氏，省了多少事。你们当真以为官家是年轻气盛，一时冲动才杀人吗？算了，就当老夫杞人忧天，希望不要再出事端吧。哈哈，还是张哥厉害，时机抓得简直绝了。听说官家要亲自来行赏呢。哼，都学着点吧，见过天子，够你们下半辈子吹牛了。那是，这回赏赐不知道再够玩多久呢。不知寿春城里的娘们贵不贵？干脆赏咱们一个窑子得了。官家驾到！如今军中规矩，见了天子竟然不用行礼吗？快官家！不愧是官家亲赏，这么多财货！诸位，赏赐就摆在这里，朕绝对不会亏待各位。但是朕的钱，你们不能白拿。国家危难之际，敌军兵临城下，你们却趁机鼓噪要挟，不给朕一个明白的说法，这钱你们拿着不觉得烫手吗？官家，臣张永贞从军10多年了，请容臣替大伙给官家讲讲。咱们真不敢要挟官家，只是这都是军中传统，不这么干，只靠军饷，大家伙根本不够活的。而且咱们老家先被金人回了，发饷的刘太尉又被官家宰了，身后无退路，眼前没出路，不得已，只有求些眼前的福财，方能安心。此事乃是臣带头，请官家莫要追责他人。拿了钱之后呢？是要战，还是要逃？得了官家赏赐，自然是要为官家卖命。要战要逃，臣都追随官家。很好，可还要替流光氏抱不平？臣不敢妄议官家决断，但刘太尉只是有些胆小，绝无什么坏心。也是多亏刘太尉，臣等才能活下来。只要能活下来，就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官家，臣等区区马前卒，无力左右大事，但身负家乡父老之仇，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只是不想死的窝囊，就算是死，臣也希望是在一场胜仗中死。那朕就等着看你们接下来的表现。但流光氏一事，休要再出头。既如此，开始分发。官家，臣斗胆，另有话要说。何老四，张哥，你可别擅自替所有兄弟定了前程，我等自有别的主意。无妨，今日大家畅所欲言，说吧。何老三这是看官家年轻，脾气又不错，想趁机多讹一些呀。原来如此啊，这小子胆子真肥呀！官家仁厚，但臣等人从延安府到河北，再到此地，虽无太多功劳，但也挣得足够苦劳了。有不少兄弟和臣一样，着实不想再打仗了。希望官家看在臣等辛苦多年的份上，多发一些赏赐，最好还能安排个浑家，容臣等南下安家生活。赏赐皆是国库所出，你们想要退出军队，不再为国而战，何来赏赐可言？臣也是为官家着想，曾为军武之人，若没有家眷财物定居，难免被逼上山落草。届时为祸后方，也是影响前线战事啊。你说的在理，不过行在之中早已没有女眷，浑家的事儿正安排。愿意一战的留在这边领取赏赐，想要走的站在那边，一会儿朕从司库里拿一些财货赏赐你们。谢谢官家。这回还多亏张哥你了，
兄弟们要去南面快活了。你拿这么多赏赐，要小心有命拿，没命花呀！嘿，老子拿命换来的钱，花得心安理得，倒是你们一群没种的货，丢人！哼！官家，何必非要动用私库？把你的甲胄换为真。来人，替杨舍人卸甲。官家，难道卸甲？何大哥，你说官家能给咱们多少赏赐呀？哼，怕什么？给的少了，咱们还不走呢，就赖在这军中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谁能干咱们？大不了再多拉些人，真南下去做贼。听说南面的女人可水灵了，多抢几个做压寨夫人。官家来了，后面跟了不少人，一定搬来了不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？莫非上？朕既然杀了刘光世，就不怕再多杀几个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这些废物兵，朕亲自领了。这些首级就是朕军中第一条规矩：为君而不敢战者，与刘光世同罪。从今往后，朕要亲自掌握军中赏罚，全军赏罚一并决于眼前。这次的事，朕不再追究。你们自去军法处领10个军棍，点齐各自手下兵卒，全部去山腰集合。是，朕誓死追随官家。我真傻，真的。吕相，官家此次威慑之后，不但军心一统，士气也难得旺盛，为何还要叹气？其实，谁不知道官家的心思呢？以此地优势守城，阻碍金军，提升士气，稳定众人，抗金决心。可先杀大将，再杀军官，调遣老臣，孤注一掷，就真的能达成所愿吗？须知京军野战从无败绩，如今更是金兀术亲领大军，下才孤悬在外，说不定明日就会开城投降。我方才1万出头的可战之力，靠杀人威慑出来的士气，如何制胜？官家铁了心冒进，万一有个好歹，这江山可就真的……德元，我想好了，我一生都少与人争执，以往在朝堂上也没坚持过什么，但这次我真的不能再坐视官家粗暴无度的一意孤行了。就算这相位被官家拔掉，我也绝不能袖手旁观了。想什么好事？官家可是专门挑你这个脾气软的老好人来做相公，看准了欺负你不善争执，怎会放你解脱呢？吕相，莫要自欺欺人了。要是能劝动官家，谁会不劝？只是光用体统道德这些说辞，能劝动官家吗？自从官家夜奔平叛以来，行事何其果决，就连性烈如火的李相也要主动南行，对官家退让。现如今，官家更是亲手斩杀刘光世，枭首军中败类，行在之中，谁敢质疑官家？吕相，你敢说，若是一切都按照你的想法来办，当真会有更好的局面吗？不说别的，只看眼下对岸的金兵，若当真袭杀我们，该如何应对？
兄弟们，和俺一起杀光这些宋人他们，抓了他们的狗皇帝！王你娘的，赵皇帝！杀金刀！什么？居然败了，还死了10几个！回禀四太子，何里等人立功心切，只带了30-40人渡河，以为宋人早已溃乱，岂料那赵宋皇帝居然没跑。王德王爷差奉命出战，士气旺得惊人。哼，没跑？真的假的？好叫四太子知道，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，金吾道烧乃是天子大驾专用。如今那龙道正在山中，那赵宋官家自然也在。哼，给我割了这厮的喉咙！这些宋人就知道拽蒜，还什么稍有常识之人都该知道，俺不知道又如何？落到亡国降人之地，还要摆谱，真可笑！哼，那些南蛮子不过杀了俺们10几个人，居然也好意思大肆庆贺，吹吹打打，好生聒噪。算日子，应该是他们在过汉人的除夕。这赵总官家没有逃跑，倒是有几分胆色。等俺亲手捉了这厮，他还不是得像前2年那个皇帝一样尿裤子？那四太子打算如何行动？咱们不伐木建造工程器械，反而到处搜缴船只，这是不打算进攻下蔡，想要强渡淮水，直取八公山吗？废话，那下蔡城高墙厚，墙吃下来，不知道要折损多少儿郎。再说，咱们只为了那赵宋官家而来，破了下蔡，万一吓得他直接南逃，如何再续？反倒是留着下蔡，围而不攻。赵家皇帝为了吊住城中士气，必然不得不坚守八公山。等俺们一鼓作气渡过河，届时他再想逃，可就由不得他了。哼，强渡谈何容易？如今宋人坚壁清野，淮水北岸的渡口都被烧了个精光，渡船集中在南岸宋人手里。咱们手中一共不到30只舢板，短期之内根本无法运送大军。行了，哈里将军，你别总想着功臣那点功劳了，断得无聊。俺这就去河上转一遭，必能找到强渡策略。四太子，义军统帅怎能如此轻率冒险？咱们军法可是规定，将官若死，下属全要斩首。俺可不想此次出兵尚未见功就……放心吧，俺又不上岸，只是在河里看看而已。宋人忙着作乐，哪会注意到俺？大不了俺就立下军书，死了也保你们无事，如何？官家，这鸭子好吃得紧，官家为何不动筷呢？胡琴好胃口，朕本不想在这节日扫兴，但是咱们这里张灯结彩，欢度佳节，下蔡城中却是黯然一片，物资无法运输过去，城中居民短期内更是无法安全过来。安抚的使人派去了几批，却没有能回来的，就连赵鼎也陷在其中。可想而知，下蔡居民是如何愤怒绝望。张伯英心中怕是对朕也多有怨恨，如此下去，朕担心与他之间的信任快要被磨光了。官家，臣原是张太尉下属，不如臣此刻渡河去安慰一二，想必如此甚好。杨舍人是官家敬事，亲自前去，张太尉必然能明白官家良苦用心。也罢，那就如此。杨青，你在码头煨后，朕准备一些东西，你一并捎去。是。唉，朕还以为只有杨青察觉到了，想不到你们竟都来了。
官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明明有更稳妥的方法，为何一定要犯险？万一张太尉有半点歹心，或者难以约束下属。官家，老臣自知软弱无能，劝不动官家。但官家亲手杀了刘光世，袖手逃兵，如今又非要死守淮水，执着已是孤城的下菜，老臣不理解，更不能为官家分忧，实在是万分难然。官家呀，真的要如此为难老臣吗？二位卿家的心意，朕全然明白。可是非要朕给出一个幸福的说辞，朕也为难。只是朕也想反问二位卿家，为何汉光武帝当日只带13人也要拼死突围？勾践为何能够隐忍18年一朝灭吴？刘玄德为何宁可妻离子散也要携民渡江？楚霸王为何不肯过江东？便是完颜阿骨打，又为何要起兵反辽？安史之乱众，张巡为何要死守睢阳？出使金国的李若水又为何要喝马惊人，导致对方将自己寸折而死？明明他们也有更好更轻松的选择，朕不知道，但朕或许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情。有些事没有太多道理，却非做不可，否则我仇家恨意难平啊！八公山真不愧天下闻名，朕在淮水之上折断南北，着实险要。四处地形复杂，想要大军渡河，只能选择几个固定之处。但这些地方早已有宋人筑垒防御，还真是难办。四太子，那边有宋人的船过来了。无妨，看样子应该是去下蔡送信的。半夜3更，顶风冒雪在这淮水之上呢。果然是个无名小卒罢了。守军的敌意很大，官家，若有什么状况，臣先。甄父，放轻松，别露出破绽，反而让他们生疑。上了岸，别让他们通报，直接带我们去太尉府邸。杨一中，你胡闹什么？这大半夜的，太尉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你们这些没良心的龟孙，在南岸吃香喝辣，把爷爷们扔在这里，还好意思来烦扰吗？别以为你是官家面前的红人就……哎，臭小子，你怎敢擅闯长庆阳的？你要是再拉我，官家，磨蹭什么呢？快滚，快滚！是。让官家见笑了。无妨，下蔡已是孤城，朕本担心伯英此刻会焦躁颓唐，不想还能如此精神，也是好事。让官家亲身犯险，在下、御史、内侍简直都是罪无可赦。御前护驾不力，臣请斩杨一中。伯英，免礼，朕只是过来送些东西，说几句闲话。先打开看看吧。今日除夕，行在不得不设宴慰劳群臣。可朕一想到下蔡的情况，想到当初在八公山与你所说，觉得无论如何也要送你一份过来。只是此时冷了，明早蒸一蒸再用吧。下面还有一层。这是刘光世居然真的死了？郭河当夜死的，朕让王德和父亲按住他的双手，亲自动刀杀死在身前，然后割下首级传示三军。今夜专门取来与你看一眼，就是怕你不信。
其实大过节的，带这个过来未免扫兴。可若不带，又不知还能带什么。之前对暗送旨意来说此事，臣还以为只是讹传，想不到堂堂刘太尉，昔日世代西军将门之人，一朝身死，地位还不如一只鸭子。不说这些了，这也是与你的。琉璃葡萄，这可是极其贵重的宝物啊！官家，这可……刘光世闯下大祸，虽死，却也于事无补。朕此番过来是来安抚你，做一番姿态，但也知道不一定有用。即便你弃城跑了，朕也无话可说。可不送来这几样东西，说几句废话，朕这个官家，此时又能做什么呢？朕不求你死守城池，指望你看在社稷、君臣、天下人的份上，撤退时提前给朕一个口信即可。朕早知你爱财，行在诸臣皆也，贪财者必贪生无益。但朕知道，还有句话：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卿若不负朕，他日朕必100倍、1000倍奉还。太尉，官家已经上船了。本来我想着让赵御史也一起回去，但他见到官家后，反而死活不愿南归。官家并提拔他为知州，留下协助守城。太尉，好，知道了。太尉，我看官家并没有为难我们的意思，求一求，或许就准了咱们出逃。太尉若是选择坚守，何不趁机表一番忠心？为何如此失魂落魄，不发一言呢？小田儿，刚才真的不是一场梦吗？你说，如此推心置腹之人，软中带硬之辈，真的是赵宋官家？什么？劝降张俊？不错，俺已经派了使者去下采，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。张俊，你这贪财忘义的小人，居然打算投降！你不得好死！愧对社稷，愧对官家！你出来见我呀！小田出城了吗？小的亲手用吊筐送田将军下的城墙，他已经与京使顺利接洽，一同前往金营了。官家，老张我这次可真的是拼尽全力了。回禀四太子，小的没求，幸不辱命。张伯英那次果然看在俺是他同乡兼西军袍子的份上，好酒好菜奉上，还让他那2位小妾出来见面。说重点，再多屁话，小心俺割了你的舌头。是。小的已经成功说服张俊献城投降，他还专门派了心腹前来详谈。这位田将军，那可是张太尉的左膀右臂。张太尉说，他可以作为全权代表。好，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出来。俺家太尉说了，若要献城，只得黄金1000两，白银3万两，金子用来买官，银子用来买城中士族民夫。至于俺家太尉，就看四太子的诚意了。什么珍宝财货之类的，倒不挑剔，关键是要立个字据，免得有人事后反悔。立字据？你家太尉当这是在市场做买卖呢，是不是还得俺再找个人来给他担保啊？老志也太贪了吧！说买军官还说得过去，哪有买士族民夫的道理？要想就利索点，信不信俺们一日就起炮打场？哼，张俊的名声俺早有耳闻，只是大军中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金银财货？回去告诉你家太尉，打个对折，俺可以考虑事后补给他。实话说了吧，
赵官家对俺家太尉着实不错，要不是刘光世烧了渡口，让夏蔡成为孤城，太尉是绝不会降的。但眼下局势如此，真要是被逼做了降人，太尉也不愿领兵对抗赵官家。城中本部1万人马，外加1万精壮民夫，还有7、8千北方溃兵，合计3万余众，粮草无数，披甲者7、8千，我们太尉都可以交出来，只求拿了钱财，为关西祖宅养老。至于财货问题，俺家太尉可算得很明白。刘光世家底丰厚，4太子一路追着刘光世而来，此时军中别说1万两金银，怕是10万两也拿得出来吧。一座城加3万军民，换4太子1半军资，这买卖可是绝对划算。你们怎么看？这张俊是真心要降吗？管他真假，咱们准备好炮车，他敢作假就起炮砸城。你们这些汉人最懂汉人了，你们来说说。回禀4太子，学生以为这张俊是真的要降。仔细说来。那张俊是出了名的贪财，贪财的人必然怕死，更不会有什么气节可言。他要是有心坚守，何必诈降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而且他开出的条件如此细致，明显是精心计算过。若是一心求死之人，哪有这般花哨的念头？对，他也是如此想的。哼，说得不错。你叫什么？学生石文斌，曾在沂水做过知县。很好，俺现在升你做个参军，此事就交由你和梅巧一起去办。是。嘿嘿，老尚，这回你可赚大发了。那些黄金白银就不说了，光这些古玩字画，那都是假的连城啊！今人也不懂行情，兄弟们全给你忽悠来了。多谢梅兄，放心，回头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兄弟，我可不会占你的好处。一会儿拿着赵志忠的脑袋祭旗吧，俺带去4太子那里，正好交差。好说，既然是你老梅的意思，那今日就见此血了。这次真是迂腐，嘴没堵住，连最后一顿都没得吃。赵鼎啊赵鼎，反正你都要死了，何必逞口舌之快呢？还是咱们10参军识时务，堪称文人典范。诸君，今日在此召集大家所为何事，想必诸位也都明白。如果我张俊要降，你们有多少人和赵志忠这般不乐意的？各位，刘光世那混账东西暗算陷害俺们，现在的文官老爷们也不管俺们死活，会守着死地孤城多日，也毫无援兵希望。就算降了，谁也没话可说。就是，对，可俺们也有疑问。这赵知州今日一直哭喊，说官家昨日夜间冒雪亲自来城中安抚太尉，可真有此事？不可能！一派胡言！赵家皇帝肯定早就跑了，你们别被骗了！哈哈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何况亲身进入孤城这种冒死之事？赵知州忠心可嘉，不过这故事编得属实是漏洞百出啊。没错，确有此事。妈，老张，你咋这么实在？就算是真的也不用认呐。官家他扮成士卒，带着杨大郎过来，送了些东西，说了些话，勉励我守城。官家果然没有扔下咱们呀！下菜还有救？官家是真心要抗金？
传言中斩了刘光世也是真的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哈哈，刘光世堂堂一方大将，古往今来也没有这种先例啊！对，从来就没有。刘光世的确死了，哎呦！官家亲手所杀，就是怕我不信，所以把首级演习并送来了。让我看看，真的是刘光世？没错，刘光世真的死了。让我看看。夏老张，你这么老实干什么？太尉，既然官家是真的有心抗奸，俺就豁出这条命去陪他。要发财，你们自己走了便是。俺决定死守下蔡。俺也是。对，俺也不走。不想，麻烦了不是？何必呢？我就知道会这样。既然你们如此说，我倒是舍不得你们了。太尉，这是要跟我们刀剑相向了？哎呀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老赵，快把刀收起来。各位，命只有一条啊，都是爹娘给的，何必为姓赵的江山赴死呢？我知道，你们觉得我一向贪财，只要有钱赚，什么也不管。但你们不知道，我其实比你们想象的更贪，千万两银两算什么？这锦绣河山才是价值无限。你们更不明白，我早想得明白，如果只是做狗、做奴才，守着金山银山，随时会变成一滩被人踩成稀烂的臭屎。守住下蔡，守住咱们的国家，还有咱们的尊严，换来的不只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光荣，还有下辈子也享受不尽的富贵。所以，再问一次，诸位，愿随我死守下蔡。死守！吃娘贼的，居然中计了！哈哈，金兀术真是活该，白白被骗了如此多财货。哎呀，张太尉此举堪比草船借箭啊！听闻张俊那个财迷，不但把骗来的财物都分给了手下的军士，连自己多年的私房钱也拿出来犒军了。最后发现忘记扣上副将田世忠，居然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给下嫁了。不枉官家如此信任张太尉，冒险雪中夜渡去见他，如此胆气，如此眼界，臣等叹服。官家着实英明。一根腰带拴住了最泼皮的韩太尉，一刀切了军中地位最高的刘太太，如今用一只鸭子填饱了胃口最大的张太尉。这炉火纯青的御下手段，没谁会再不服气了。官家，金人派了使臣求见。召集诸臣，一同会见吧。自天福2年，敝国与贵邦订立海上之盟以来，敝国致力于推翻辽之暴政，一向恪守承诺。然贵邦屡战屡败，敝国为救盟友，不遗余力，胸怀坦荡，赤诚以待。辽王于失德失信于天下，贵邦却重蹈覆辙。天会3年，贵邦公然背弃盟约，我王师不得已兴兵讨伐，造成生灵涂炭，百姓罹难。此等滔天罪孽，贵邦责无旁贷。敝国如今有2臣，一患昏德公，二患重昏侯。2臣在皇宫阶下，日夜叩拜思过，忏悔赎罪。我王师仁义，不愿煽起刀兵，唯望贵邦主君识大体，明时务，早日归降，定可被保举，锋芒尽绝，长岁平安。
大清东路军先锋大将完颜宗弼敬告。混账！胡说八道！是什么荒悖谬言？一派胡言！儿生在北方，奇耻大辱啊！愧为人臣啊！苍天无眼，豺狼当道啊！官家生父兄蒙难，折损天下威仪，臣等百死难赎啊！恳请官家责罚。日哭到夜，夜哭到日，难道还能哭死董卓吗？若要赢回2胜，需主公与朕一起振兴国家。今人此番劝降折辱，无非是那完颜宗弼被张太尉骗了太多钱财，心下气不过，才搞出这种挑衅诛心的幼稚手段。史文彬，朕说的可对？臣不，外臣。罢了，不必回答，免得为难。听闻你做过知县，曾是大宋的臣僚，想必肯定有过青云之志，期盼能够位列朝堂重臣之中，见证历史风雨。今日恰逢其会，你倒是能够以另一种身份，亲眼见证我大宋中枢的重大决议。东府相公吕好问，西府相公汪伯彦，县台中丞张俊，中书舍人胡盈，御营都统王渊，内侍省大牙班兰圭，暗门之后杨仪忠，新晋翰林学士林景默。臣在，臣在。朝臣就位，剑指其背，敌使在侧，公然寻衅。朕将定国策5条，鸣发翅膀，昭告天下。官家，能否等召回李纲、李相公、徐景衡、许大参之后再说？可笑！官家特意避免他们2个强势相公参政，就是明摆着要借你来堵住朝臣们的异议呢。来不及，也不必等他们。今人都快踩到脸上了，何须再以细枝末节？正如经史所言，我朝多年来一直心存幻想，期盼和平。父兄遮遮掩掩，态度暧昧。两国大小战事多年，依然没有个明确的说法。今日，朕便断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想。国策第一，便是宋金两国再无友邦盟约之意，明定双方开启国战，不死不休，号召天下各处勤王抗战。所谓人无分老幼，地无论南北，凡自认宋人者，遇金人之时，皆当聚土为战。只要抗金，无论军官义军，都追认告身。这国策2，即日起，天下文武百官，任何人不得与金人议和，否则一并罢黜。国策第3，年节之前，不得以暂时屈身金人者，皆许反正归宋，唯有3者不赦：一是有违节度、谎报军情，如刘光世者；二是为虎作伥，镇压大宋军州市民，如知济南府刘裕者；三是有受金人军职，出谋划策，为蜀敌国，如知沂水县石文彬者。官家，臣附议。臣附议。第4，加迎清光禄大夫、观文殿大学士、御营使、门下侍郎李纲为平章军国重士，总治3省。这是要立李纲为托孤重臣啊！那么接下来，官家一定。第5，朕决意驻守八公山，与金人死战。若赢，则继续北上抗金，收复故土；若败，则请暗门之后杨仪忠替朕了断。由李相在凉州扶持皇嗣继位，延续抗金大业。朕可战死，国家不可沦丧。哪怕赵氏不存，但凡有豪杰能收复河山而救万民者，自当取河山自用，为万民之主。宋可亡，天下不可亡。不才林景默，家中排行第9，刚过而立之年。虽然此等年纪已然为寿州州牧，如今更是一跃成为翰林学士，但我并不以此为傲。
虽然我儿时并未经才绝艳，没有被冠以神童之名，但其实是我刻意低调。我深知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我早在懵懂之年，就已然看清了人心人性。爹总是故作威严，高声厉喝，但我知道他根本不舍得下狠手责罚我，尤其只要我在客人面前表现得当，让他面上有光，其余时候再顽皮，他也会咬牙包容。兄长们虽然一向和颜悦色，但我却深知绝不能抢了他们的风头。只要适当装傻，反而会在他们互相角力之时，成为被积极拉拢的对象。学堂里的同窗，有谁貌合神离，有谁假意逢迎。入世后的同僚，怎样钻营投机，怎样拉帮结派，我通通看得一清二楚，但我从来不说。这是我轻松游走世间的不二法门。再隐匿的情绪，再纷乱复杂的形式，于我眼中如池塘一般透明。只是如此俯视芸芸众生，久而久之，还真有点寂寞如雪。不过今日，我头一回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新官家继任以来，一路难逃，任谁也会觉得朝廷绝技不敢再战。我守在这南下必经的淮水寿州，果然等到了行在进驻。早听闻新官家难逃窘迫，我专程奉上本地特产鸭肉，果然博得官家好感，破格升为翰林学士。可仔细听闻了之前官家的种种叛道行径，日前亲见他各种匪夷所思的杀伐决断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以前对局势和官家的判断大错特错。这种失误不该出现在我的人生轨迹中，一定是由于之前战乱、情报混杂，才导致我分析不当。可如今我已是天子近臣，按道理我应该能看清楚。可我引以为傲的眼力，却完全看不明白了。官家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如今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说不上来，仿佛有一层雾气遮蔽，连官家的面貌都模糊起来，甚至于隐约还有一个虚幻的影子围绕在身边。看来纵然淡泊如我，面对失败也不能免俗。居然急火攻心，看到了幻想。不愧是乱世中诞生的天子，当真有天命庇佑。能够追随这样的君主，不仅能让我的眼力更上一层楼，未来不可捉摸的未来，难以预料的局势，才是更加有趣的存在。那赵宋官家当真专门点了你的名儿？老石啊，别哭了，你想想，要不是你归顺了我大金，你这种重置一样的小角色，几辈子也没机会被赵家皇帝记住啊！不管如何，俺的计策成功了，宋国皇帝中了俺的激将法，乱发旨意，不会再逃。明日咱就发兵，搭浮桥渡淮水。为何如此仓促？多等几日，物资齐备一些，不是更稳妥吗？缘故有三：其一，春日将至，气温说不定就要转暖，春汛时期渡水会更加困难；其二，什么守土抗金、不许议和都无所谓，唯独招募义军民兵这种事，俺倒不怕两淮的盗匪民兵前来支援，但来一波就得打一波，总是费时费力，倒不如趁早了断此事。其三嘛，赵家人一向狡猾，对岸那位此番失控固然是实情，但却未必是真要死守。那个小官家很有可能只是表面壮怀激烈，实际是存了哄骗所有人，然后趁机逃亡的心思。等船只物资齐备了，他早跑过长江了。总之，俺已经将事情安排得万全了。明日渡河，你们可还有言语？谨遵太子将令。
对了，老石，你只说了什么国策檄文之类的，这份单独给俺的回复文书又是怎么回事？除了中间那一个印，半个鸟字都没有。印章还有些糊，赵家皇帝连好些的印泥都用不起了吗？这怎么还有些馊味儿？吃污个屁呀！大胆说，俺又不会吃了你。是不是那个姓赵的气急败坏，写不出文书，只能盖个章破口大骂啊？回禀四太子，赵宋官家说我大惊野蛮粗鄙，不配得到正式的回复文书，然后就赔了一口痰，加了个印，让臣带回，说这就是对大宋挑衅的态度。今夜你就留在帐里，哪儿也别去。是。官家，战事将近，为何休息得越来越晚了？丈夫，你也知道，我是头一回上战场，当真有些心虚，没什么把握。其实，官家以前上过战场，坠井前，邢在遭遇叛军，臣就在那一战中被官家看中，调任御前。不过叛军与金人差距极大，此战不止官家，就是臣，也是第一次直面金人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也是怕死的，但眼下这时局断不能推。我所颁国策时，拜托你帮我在失败时了断，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。若真的到了那一刻，政府，我能信任的就只有你了。巨爷，不要啊！我真的不是细作，我不会投送。放过我们吧，我们真的诚心投降啊！少废话！既然赵宋官家发了旨意，少不得你们中会有人乱动心思。都是些没用的废物，却也不能任你们在大战之际乱跑。不要！我愿意低头，我愿意改变！救命！救命！这些金人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用木桶敷香，做这么简陋的浮桥，还将渡口设置在下蔡2里之外。张太尉，咱们完全可以趁机率军出城，迅速将这渡口捣毁，冲击一波。赵知州，这金人怕是专门选了这处地方，由我们出城。看似区区2-3里地，但咱们这全城2-3万人，送光了也未必过得去。那夜袭呢？或许可行，但应该来不及。这是何意？莫非这浮桥1日便能成？不需1日，恐怕大半日即可。日暮时分，更是能度过千百精锐甲士。金人的敢战，绝非寻常啊！1年前，金国2太子沃离布率军强渡黄河，我军以为可靠天险守备，结果沃离布居然率领1众金国权贵当先去甲，伏马淌河。金军气势如虹，我军将士大骇，纷纷不战而走。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。而今日，城外的金国4太子兀术，当日也在沃里部麾下为将。如今，此人也必然不会失了神仙士卒的气魄，恐怕浮桥一成，他
他便会不惜性命，强令全军渡河。金人打浮桥的速度好快，眼看就要到河心了。这时候夏才不应该率先出击吗？我方水战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王德至少应该派船去江面上射箭袭扰才对吧？官家，要不要派人下去催促王爷茶，让他速速发兵阻断浮桥？不必。官家，要不派人去下蔡，让张俊出兵？不用。官家，何妨移驾到山下阵前渡口，亲自擂鼓以壮士气？胡山人糊涂了，若一开始倒还可以，现在龙道移动，不知情的将士还以为官家要逃了。既如此，为何之前军议的时候，诸将竟无一人请官家临淮督战呢？为何？因为朕今日在这龙道下坐着不动，便是2个泼天大功：一是激励军将士气，二就是替他们拴住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纸上谈兵之辈。今人无船渡河，弃马弃甲。张俊、王德都是军中宿将，你们不通军事，为何还要1个2个指手画脚？浮桥快成了，金军已经开始上桥了。给我上！给我上！我军水战开启，王德终于要出击了。龙首，上桥准备迎敌，全速航行。前锋船只准备点火，中军大船准备撞击核心浮桥，前方舢板火船即将接敌。发令旗，50步之内再点火。攻守准备，弩手交替，交叉放箭，别给他们点火的机会。这些宋军就是来送死的，这点人还想扛住咱们的射阵吗？嘿嘿，俺们这边安全接收一只舢板。那边有草都被电着了，放心，烧不起来。宋人前锋7只舢板都归俺们了。可恨！金人的弩箭威势太大了，前锋居然丝毫不起作用。不妨朝河中心直接撞过去。小心，宋人大船来了！向落水的鞑子放箭！别让他们上来，射死这群奸党！秦哥，咱们的船动不了了。什么？乔参木堵住了前路，浮桥下面有渔网缠住了轮桨，也无法后退啊！不好，金人要爬上来夺船！战机已到，除了这些大船，还要什么浮桥？呼卢浑、额鲁多，随岸杀上去，承俺2兄那般不世之功！快放箭，别让鞑子上来，射死这些进口！大晋国东路军先锋上将完颜宗弼在此，速速跪下受死！杀！秦哥，不好了！靠北侧的飞岑号被金人夺了，金人占据高点，开始向咱们旁边的刘越号传射。刘越号上的老五死了，不成了！老五手下开始跳船溃逃了。金人已经夺了2艘船，马上要杀向咱们这里了。完了，居然被夺了大船！这明明金人不善水战的。金人连战连胜10几年，士气、装备、军威都在巅峰，敢战敢拼敢死。我军士气低迷，接战击溃，大部分军士根本不敢抵抗，见到敌军就跳船逃跑，真是彻底垮掉了呀！官家，并非臣等不愿抗敌，真的是咱们的军队指望不上啊！金人夺了船，马上就会登岸，官家还请退，还要退到何处？总得有人站出来扭转局面呀！这是一时半会儿能扭转的吗？还不是得从长计议？从长，都多少年了？计议出了什么？河上战局未定，尚有船只待命，你怎知我们就毫无胜算？你看看他们的样子，纵然人再多，见了金人就腿软，怎么可能赢？
但凡有一人站出来抵抗，局面也不至于如此。老陈，你们他娘的快放箭回击啊！秦哥，金人很快就要杀上来了，咱们快放小艇撤退吧。再等等，金人示弱了，他们的箭矢消耗完了，后续增援还没上来。老陈，你现在带着1队、2队守住船舷，给俺争取半炷香的时间。猴子，随俺下舱。是，这船守不住了，咱也不能便宜了金人。猴子，点火，放下小艇，让弟兄们从南面下船。秦哥，你这是？俺要去烧了那2艘大船，有种的随俺一起，不想死的就上小艇。秦哥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呀？何必为了官家那点赏赐拼上性命呢？你去逞能，留下俺们这些陇右的烈货，以后在军中岂不是要受尽欺负啊？是啊，七哥，就算金人用船渡河，那也是明日的事啊。咱们当兵吃粮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今日已尽了本分，没来由为此送了性命啊！太内的，一群混账东西！你们懂个屁呀！胡子，都别拦他，让他去送死，不识好歹的疯子！七哥，俺和你一起去，俺给你吃顿。那就随俺一起烧船！四太子，宋人把最南边那个大船烧了。哼，想不到宋军中还有如此能决断之人。传令下去，不必管那艘起火的船，全力追杀溃逃的宋军，准备清理阻塞，防止火势蔓延，把剩下的大小船只驶回北岸。烟雾越来越浓了。救命！长枪上跑上了火焰！灭火！船被点着了！灭火！偷船的人在哪里？坏了，火势控制不住了！跳船，快跳船啊！下去剁了你！金人太多了，你们上船，盾牌给我，你来有奖。我们绕到北面那船去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居然以1人之力杀了过来，咱们的人不善水战，看这样子拦不住他。宋人之中果然也是多有豪杰，幸好这样的人不在他们的达官显贵之中。今日不可无功而返，必须保住一份战力。传令，放箭，集中船射，不分敌我，务必拦下那厮。放下！七哥，退了吧，金人的剑士，咱们可以了。放屁！事到如今，烧船杀敌，我说官家佛祖也对得起。都是废物，看俺的！俺东西争气，在这淮水之上，为大宋守土拒敌，坚决不退！放箭！不退！七哥，掉头回去，回去救七哥！可是个屁！就是死，也不能让七哥落在大子手里！真是个难缠的好汉。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也算俺此行难得的战利品。四太子，阿里将军在岸上打西域，通报有敌情，万分危险。危险？怎么可能？烟雾后面的是
头喊我，耍什么威风？见现成的罢了。居然是风帆海船舰队！旗帜莫不是韩世忠？太好了！如此雄壮的舰队，封锁河面，今日无论如何也没本事过河了。苍天有眼啊！哎呀，幸好赶上了。四子，还好您安然无恙。可恨！宋人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大海船？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宋人，可恨啊！四太子饶命！战场起伏，小胜小败都是常事罢了。为了份文书就鞭打下人撒气，少夫吃亏就一惊一乍。哼，这点气度，还不如端坐在对岸的那个小官家。整顿人马，回营。早在韩世忠从河北转到京东两路平叛之时，为了预防金人从海路入侵，彼时中书就命他一边平叛，一边收拢各地海船。朕与他商讨在此拒敌之时，他的舰队就屯在淮口涟水郡。若非有此依仗，朕也不敢单靠天险守御。淮口至此近1000余里水路，能否及时赶到，乃是胜负关键。所以朕才严令不得泄露丝毫军情，并非信不过诸军。官家，军情已缓，京东两路退下来的要员已经恭候多时，是否不急？让他们继续候着。此刻当务之急是要去探望今日之战的功臣。猴子，七哥怎么样了？官家，是官家来了。听说是专程来探望七哥的。七哥值了呀！你们都别进来，朕单独与他说说话。官家果然来了，就知道官家会来的，俺也猜到，官家肯定会被俺的样子害到。俺今日为官家长了脸，我这个死人得要个大官做，能封妻荫子的那种。这是自然。张青去后，若将来寻到你留在延安府的家人，长辈和妻子封诰命，儿子也一定给个大大的阴官。非止如此，将来真有一日太平了，朕封你张永贞做个淮河的河神，给你起庙，受天下人的香火。俺这种人，如何能做神仙？只是还有今日战死的兄弟。你放心，将来定和你一起成仙。今日赶战之事，朕绝不会亏待。还有，俺浑家